Hello，大家好，我是一心啊。这个稿子是很早之前就写好的，但是一直没有来得及录啊。就是也是之前一直想跟大家聊的恋爱的话题，因为感觉这个恋爱的话题还是可以聊很多的，就是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我呢是从24岁的时候开始工作的嘛，但是工作之后才开始真正有了时间跟空间去追寻伴侣嘛。但是到了27岁，我才开始了第一段真正意义上的恋情。期间有暧昧过、追求过，当然全都失败了。到现在31岁嘛，竟然已经经历了5段恋情了。平均下来1年1次吧，当然没那么夸张啊。最短的3个月都不到，最长的就是现任了，已经1年多了。我当时为了找对象，不仅加过各个类型的群，甚至包括公益组织，接触到的通讯录还蛮多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都有。可能因为接触的多吧，对于男同这一块的生态，应该来说有一些了解。不过这些全都是基于我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感啊。如果有一些谬或者说一些观点上的不同的话，十分欢迎大家讨论跟指正啊。第一个我想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普遍吐槽的，就是为什么男通讯录相恋时间非常短，快餐式的恋情泛滥的问题，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男同3个月就是金婚的这个问题。首先表达我的观点的话，我是不否认这一个现象的存在的。就目前来说，快餐式的恋情是遍地都是，它不仅存在于男同，异性恋也是一样的，只是在男同这边尤其明显罢了。就是为什么会在男同这边尤其明显的话，其实我想了一下，也就是有2条。第一条呢，就是怎么说，男同的分手成本实在是很低，就非常低。因为现在的通讯很发达嘛，很多的交友软件，就是大家打开就可以 say hi 了，彼此的相识会变得非常容易。所以说现在的人不像之前那样的珍惜缘分，我觉得也是可以非常理解的。就是目前我看到的相恋5、6年的，甚至10年的，还真的是不多的。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啊？我觉得东三省那边长久的情侣可能会多一些，深圳这边呢还真见得蛮少的，要么就是开放关系了，要么就是在别处相恋来到深圳一起发展的，或者说就是甚至可能是在别处相恋，到了深圳之后结果分手了的，感觉可能是大城市的一种诅咒吧。就是不排除，真的不排除有情比基因的存在，就是至少我见到的不多。此外一点就是大家老生常谈的，就是没有制度的约束，就是没有法律的约束，甚至没有世俗的约束，世俗甚至见不得2个男的在一起，对不对？但是这一点的话还需要时间嘛，就是交给时间。所以说男同极低的分手成本，就是在本就脆弱的亲密关系上面就不停的摩擦嘛，所以说情感的破碎就会变得非常常见。然后就是第2条，那就是喜新厌旧嘛，男的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本性，没有例外的，包括我也一样。就是你再可口的配菜吃多了也是会感到腻的，就是尤其是男生更容易通过下体去思考，这个是有研究支撑的哈，不是我胡诌的，就是因为女生更希望通过精神层面的或者说灵魂层面的连接，就是他们更需要情感上的支撑。男的就不一样。尤其是2个男的在一起，这一点就超级加倍了话。就是这一点，就是李银河老师的那本《同性恋亚文化》这本书中，其实也有提及到相似的观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来看一下。其实说到底，无非就这2点。这2点对于同性恋的长期亲密关系，就是男同的长期亲密关系，已经是极具毁灭性的了。除此之外，再加上性格的冲突，生活习惯的磨合，都给男同的亲密关系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说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非常难见到长久的 gay couple。但是针对这2条的话，其实我有想过相对应的解决办法，就是比如说加深2个人经济关系上面的联系，共同养宠物啊，或者说领养小孩啊，就是甚至说缩小彼此的交际圈，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还有一些重要，就是适当的缩小朋友圈，保持正常的交际就可以了。还有什么？好像就是些，法律上嘛，法律上甚至还有异定监护等等，就是方法真的有很多，或者说，你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选择相对有责任心的，这些全都是一些充分不必要条件，就是真的方法有很多，感情嘛都是经营出来的嘛，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非常渴求一段
长久的、真诚的亲密关系的，只是干扰项太多了。正所谓就是爱上非常容易，但是爱下去真的很难。就是那么说说我的恋爱观吧，我是属于做过梦的那种，就是不然之前也会说过向直男表白，对吧？但当下我的想法，就还蛮平淡的。我是这么觉得的话，首先两个人都要保证彼此的完整，就是你不要带着问题去谈恋爱，更不要希望去在另一半的身上寻求问题的解决，否则问题只会越来越多。就是不合理的期待是摧毁幸福的元凶，这一点也是别人告诉我的，我受用至今。就是两个人能够安静的相处，对彼此不会感到疲倦，其实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难得了，在目前来说。异性恋也是一样的，这一点绝对不是凑合啊。就是如果你是学生，可能还会感觉不到，就是可能越往后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一点已经非常难了。我跟现任的摩擦其实也是不断的，就是甚至国庆出游的时候还吵了一架。当然都是因为琐事，当时也闹得很不愉快，甚至也动过不好的念头。我们甚至回城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理对方。但是你到了家之后，冷静下来之后，就开始寻求复盘了，聊了半天，结束了。第二天醒过来，又开始给对方发抖音段子，嘻嘻哈哈。所以说摩擦也是可以让感情升温的，就是只有看你怎么利用了。但是我之前遇到吵架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我觉得我没错的情况下，我可能一定是会去僵持的。如果对方不服软，我是绝对就是不服软的，就是冷战，要么就是赌气说更过分的话，翻旧账，导致问题越来越多。现在的话，我可能会更去主动去寻求沟通，尝试去解决问题，不去制造问题，相处来说可能会更容易简单一些。希望这句话对大家有用啊，就是我们对于人际关系一切烦恼的根源都在于我们总是用同一种行为模式去对待不同的人。这句话是我的心理医生跟我说的，就是我受用至今。当然我感觉也适用亲密关系。再一个就是经常看到有一些小伙伴说，什么找不到爱情啊，什么软件上全都是约的呀，对 gay 的感情现状感到绝望啊之类的等等，就是我就感觉大可不必啊。就是爱情发生的概率本来就很小很小，就是你先去找，你找不到就再找，小城市找不到你就去大城市找，只要你想，这个世界真的是足够大的，总会有符合你想象的人出现的。就像三体里面逻辑找到庄严一样。就是你真的不必担心找不到对象，但是也别为了去找而找，找到的话就去认真谈，你找不到的话你就去做自己嘛。爱情是可以滋养出来的，就是彼此共同的经历就是养料嘛。而且我认为，滋养出来的爱情大概率可能更能让彼此更坚定的彼此选择。就是当更好的选择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还能坚定的选择。就是能够被彼此坚定的选择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这句话来来回回的说，就像之前有人问过我，如果你跟你对象相处了一段时间，有一个条件更好的，甚至更爱你的存在，你会怎么选择？还能怎么选择？就是如果你跟你现任的羁绊不深的话，那个选择更好是无可厚非的嘛。当然，如果你的责任心允许的话。但我希望的是，那个时候我跟我另一半的羁绊已经是很难找到人再替代它了，对不对？当然也是有一些理想状况在啊，只是爱情就在前面，只是你还没找到。在此之上的话，其实我觉得找到自己还是更重要一些，因为我感觉自己还是最重要的。以上，如果还有什么一些想法的话，我们可以在评论区交流。拜拜。